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挺，今天带老婆来庙里祈福。这个寺庙叫宝台山寺，位于岘港三岔郡的海边。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在当地还是算有名气，因为在网上可以查得到，虽然没有详细的资料。当然，今天的视频我并不是来介绍这座寺庙了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越南寺庙的特点和中国的寺庙有什么不同。从我的观察，主要有以下4个显著的特点。第一个特点就是越南的寺庙数量特别多，非常的密集。如果你骑个摩托车或者开车，在越南的城市里或者乡镇逛一逛，见到寺庙的概率非常大。比方说我们现在岘港一段3到4公里长的路，就可以见到2座大型的寺庙。还以前在我老婆家乡的时候，那时候开车从他们的省会城市回农村，全程只有60公里，但见到的大型寺庙就有30座。然后在镇里面和村里也有很多小的寺庙。根据网上的记载，在越南大大小小的寺庙就有5万多座。要知道越南的人口只有1个亿，相当于平均不到2000人就有一座寺庙，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密度了。而且再算上那些没有记载的，远超过5万多座。那么为什么越南要建这么多的寺庙呢？我觉得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为了方便，因为越南人有经常去庙里祈福的习惯，一般人去庙里的频率非常高，这个我在后面会介绍。所以为了方便人们进庙祈福，就盖了这么多的寺庙。这些寺庙有些是公家盖的，也有些是私人盖的。那么第2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以前呢，有一些私人和团体是以商业的目的来盖寺庙的，他们盖寺庙的目的是为了赚钱。这个行为也给越南的寺庙数量做了一点贡献。越南寺庙的第2个特点，从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，非常显眼的就是这个寺庙的建筑还有里面的佛像颜色非常的鲜艳，五颜六色的。我记得国内的寺庙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虽然我以前很少去寺庙，但是国内寺庙给我的感觉就是一般是比较暗的一个色调，主要的颜色有4个，一个是灰色、褐色、黄色，还有红色。这个红色主要是砖红色。但是越南的寺庙啊，你可以看到什么颜色都有，非常的鲜艳。那么为什么越南人喜欢把这个寺庙弄得这么鲜艳呢？我也问了几个人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呢？第3个特点就是大部分的寺庙里面都有唐僧像，这里人会拜唐僧，而且有一部分的寺庙啊，不光只有唐僧像，还有唐僧师徒5人的，包括拜了马。我记得好像在国内的寺庙里面是没有拜唐僧的，更不用说唐僧师徒5人了。比方说在岘港，我一共只去过3座寺庙，其中有2座就有唐僧5人的像，另外1座有唐僧，但是没有其他4人。那么为什么越南的寺庙里面会有唐僧像，甚至有唐僧师徒5人呢？关于这个问题我也问了一些人，但是也没人知道具体原因了。有的人猜测啊，可能是因为电视剧《西游记》的影响，因为《西游记》在越南是很受欢迎的，所以有人说啊，因为电视剧的影响，人们才在寺庙里面放上了唐僧像，甚至是唐僧师徒几人的像。我并不知道这个回答到底对不对啊？到底越南寺庙里面的唐僧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在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之前还是之后？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知道的？如果有知道的也欢迎分享一下。第4个特点就是几乎所有的寺庙我们都可以见到中文，特别是这个门头、牌匾还有对联都是用中文的。那么我觉得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越南在古代的时候是使用汉字的，所以这个传统就保留下来了。那么既然他们现在已经不使用汉字了，为什么不全部改成越南文呢？这就是第2个原因。我觉得是因为用越南文写不方便，特别是写这个对联，因为越南文是那种字母文字，每个字的长度都不一样，如果用越南文来写对联就没那么工整和美观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这2个原因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。以上就是在我眼中越南寺庙的4大特点。因为刚刚提到了越南人有进庙祈福的习惯，而且是经常性的，那么他们去寺庙的频率有多高呢？一般人每个月会去1到2次，主要集中在农历的初1和15这2天。当然平常也会有人去，只不过去的不多。像我丈母娘就是每个月会去1次，当然是疫情之前，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去的没有那么频繁，只有重大的节假日的时候才会去一下。比方说大年初1的凌晨，过了00以后，人们就开始去庙里烧香拜佛。关于这个习惯呢，我也问问我老婆为什么要去的这么频繁。其实大部分人去庙里祈福，他们的目的就是去给家人求平安。从严格意义上面来讲，这些人都不算是佛教信徒了，这就是他们的一个习俗和习惯了。
为了尊重他们的习俗，所以这个问题我也没再去深究。然后还有一个细节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我们进到那个大殿的时候都是要脱鞋的。其实这个只是越南人的一个生活习惯，他们不光是进庙里面要脱鞋，他们进自己家或者别人家的时候都要脱鞋，爱干净。在讲越南寺庙的4个特点的时候，我问了一些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特点？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，所以如果大家有知道的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喜欢请点赞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